那基本上从英文的进步程度上来说的话，除了我前面有提到学生就是雅思，他有从5.5考到6.5之外，我们也是有不少学生不一定是台湾学生，也有别的国家的学生，他们可能就认识 ABC 过来，那大概在半年的学习的时间之后，其实他们的英文程度都有慢慢的进步，都是可以跟其他同学进行英文的交流。大家好，我是英国 Normal House 的小代，我叫雨婷。那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自主家 Study DIY 的办公室，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相关资讯。校区的地理位置，看比如说在伦敦校区啊，还是校区是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啊。那我就会以这份手册来为大家做介绍。那首先我们伦敦校区吧，因为我们就叫 Normal House London， 所以呢，顾名思义，我们就是在伦敦。那我们大概是在这个位置。那这里呢就是伦敦的 King's Cross 国王十字车站，它的全称其实是叫 King's Cross St Pancras Station。那这个车站如果说是可能1980后出生的同学呢，可能大家会有听过哈利波特。那这个车站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哈利波特里面964分之3月台的车站。那这个车站的全称它其实是叫 King's Cross St Pancras Station。那 St Pancras 呢，它其实是一个国际车站。那如果我们将来有来伦敦旅游之后想要去欧洲玩的话，那我们其实是可以从 St Pancras 这里可以坐欧洲之星，那去巴黎，从伦敦去巴黎是2个小时，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只要1个小时，所以这里是非常的方便，算是在政市中心的位置。那以台北来讲的话呢，我想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台湾的台北车站的那种感觉，就不光是伦敦最大的火车站，同时也是伦敦最大的地铁站，因为伦敦所有的地铁线都会经过 King's Cross 这个车站。以上是伦敦的地理位置介绍。曼城呢，在曼彻斯特的，我们是在这个地方，这里我们是在这边。那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我们有圈出来一个地方就是叫 Piccadilly Garden，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台北的大安区，它是一个区域。那这个地方就类似等同于是曼城的盛市中心的位置。那我们学校就在市中心的地方，学校下面呢靠近的这个火车站就是 Piccadilly 火车站。那从这个火车站走路到学校到曼城的校区大概是要5分钟。那如果我们要从曼城去伦敦的话，我们也是从这个车站搭火车去伦敦，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到伦敦。简单来讲2个校区都是在市中心的位置，所以交通来讲是非常的便捷。跟你分享相关考下面哪些设备可以让学生使用，或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教学设备啊？跟2个校区设备是差不多的。对，我们基本上2个校区的设备都同步的，都是一样的。那学校里面来讲的话，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点差异在娱乐设施部分。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像饮水机啊，教学上我们是用互动式的白板，也就是老师跟学生都可以使用，这些设备都是一样的。那可能在娱乐设施，比如像伦敦的话，它会有那种桌上足球，或者在曼城的话，我们是用的是桌球的方式，一般来讲是桌球，所以大家可能在娱乐设施上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教学设备啊，还有其他一些生活上设备来讲，都是一样的。学校在忙期大概学生人数还有国生活节奏并不会合。对，我想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如果是旺季的话，其实一般来讲旺季我们大概是从6月下旬到8月下旬。那伦敦校区旺季的话，基本上我们大概人数来讲是非常多，我们大概会有450个学生，因为我们同时还会有青少年的夏令营，那可能19岁的有来参加我们青少年夏令营19岁的学生，他也会来我们的Normal House London上课，所以人数是非常多。所以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的班级也会开到非常的多。那曼城的校区如果是旺季来讲的话，人数大概也是200多个学生左右，因为我们夏令营也有在MMU 大学也有做夏令营，所以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学生，我们一样会带来我们的Normal House Manchester 校区来上英文课。那如果淡季来讲的话，伦敦的校区的淡季的人数常态下大概是150个学生，那曼城校区淡季来讲的话，人数大概是130个学生，不会差到特别大。那国籍比例来讲的话，因为我们2个校区国籍比例来讲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以伦敦校区为例的话，我们的主要的族群还是一样是来自欧洲，那第2名的大的族群是来自中南美洲，那第3大是来自中东国家，一片石油国家，剩下会比较分散，我们就会有可能像有东欧这样的国家。那台湾学生一般来讲大概是占在5%到7.5%。那亚洲来讲，国籍比例最高的其实日本学生，第2大概是南韩的学生，其他就会比较分散。那曼城校区就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那以整个英格兰的中部来说的话，不论是曼彻斯特还是伯明翰，还是利兹或 Sheffield， 都是有非常多的中东人。那所以曼城校区的国际比例第1名最高的来讲，它是来自整个中东阿拉伯国家，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它是整个中东阿拉伯国家。那剩下的第2名大概是欧洲学生，其他就会比较分散。台湾学生大概也是占了5%到7.5%，对，所以它也会有一些南美洲的国家的学生，对，大概可以占到第4或第5。那Normal House哪些课程能够吸引学生？好，我们的课程来讲，大部分的台湾学生会来国外上英文课的话，通常我们就主要是选2大类，一种一般来讲是一般英文 （General English），这个都是学生选的。那另外一种比较是偏雅思类的课程，考试类的课程，因为同学可能也会有升学的需求，那么他就会来上雅思课程。那我们也会有部分的同学会选择商务英文的课程，那只是说商务英文我们会需要学生的程度达到中级，所以这3种课程基本上来讲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但是主打课程还有这些课程的具体目标和内容，比如说像什么德国家课程2个校区的课程都是一样的。那刚刚提到的那3大类课程，一般英文、雅思跟商务英文的课程2个校区都有开。那另外伦敦有开的比较多的一些，但是特色课程我们叫 English Plus 的课程，它就比如像是可能法律英文、医科英文、传媒英文，还有旅游英文这种课程。那这种课程同样呢，它都是在下午的时候来开这种课程。那譬如说今天学生他选了一般英文，那么他早上上一般英文，他下午的时候可以去选择像时装英文 Fashion 这种课程，或者是医科英文。那一样我们需要
学生的程度达到中级。那如果是曼城校区的话，我们 English Plus 的课程开的种类就会比较少，而且它的选择人数也比较少。那么在未来，如果在曼城校区选择 English Plus 的学生人数变多的话，我们也会再加开。那是不是有些特殊的教学方法或学习资源可以让好选择这间学校跟其他语学校相比是可以脱颖而出？我们首先呢，因为我们现在全部都是，我们大概10年前开始，我们就开始用那种互动式的白板，那它会非常的方便，让老师跟同学将他们想要的一些资讯直接投射在投影上，所以很方便的互动。那再来呢，我们学校基本上我们的教材都是用牛津大学的教材，可是呢，我们会要求我们的老师呢不能完全依照教材来上课，我们会希望老师大概6到7成是用教材，剩下的3到4成，我们会希望老师结合自己教学的经验，要自己去准备教材。因为这个有个很特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老师呢，他们不光要有 TESOL 的证书，因为 TESOL 是最基本的证书，我们很多老师其实是有 CELTA 甚至 Delta 的证照，而且我们的很多老师其实都会讲2到3门的外语，所以我们希望这些老师可以把他们在如何学习一门外语的那种经验，把这种经验可以传授给学生，可以让学生可以更快速的可以标好一门英文。比如说一个让他自豪的教学内容安排，还有学生的回馈，例如有没有什么是满意度最高的课程类型？好，我们刚前面有讲到，我们除了老师会把自己的学一门外语的经验拿给学生之外，我们伦敦校区有一位老师，他很特别，他很坚持的认为，我们要学好一门外语的话，一定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所以他认为学生不应该只坐在教室里面上课，所以他很坚持一定要做类似课外教学这种方式。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课外活动的礼拜4跟礼拜6呢，我们这位老师都会亲自带着所有的学生出去，他就有点类似像是户外教学。每一次他组织这种户外教学的时候，我们参加的学生就是非常踊跃。我刚刚提到那位学生雅思从5.5进步到6.5，他也是头号粉丝，所以他每一次的活动他都会去参加。那我想我也很认同这位老师的说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在户外教学，因为他当时就举了一个我觉得还蛮容易说服的例子，他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形容伦敦眼，如果你在课堂的话，你就只能靠用想的。可是如果我今天把学生带到了现场，那学生就有很大的发挥，他可以击散学生的发散性的思维，可以让学生有更多可以表达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学生思维跟口说能力的一个教学方式。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种教学方式。那其他学校相比，这方面有什么优势吗？好，那基本上首先我们就讲地理位置好了。地理位置来讲的话，伦敦跟曼城校区都是在正市中心的区位，伦敦就是在 Kings Cross， 那曼城的话它就靠近 Piccadilly Garden， 是靠近 Piccadilly 火车站，所以交通来讲的话，我们是提供学生最大程度的便捷性，让交通来讲可以非常的方便。那再来呢，我们伦敦校区目前是雅思考场，所以呢，如果是想要，如果今天有考雅思的需求，你可能1到5是在这个教室上课，礼拜6你在隔壁教室上课，所以它可以让学生有更大程度的上面来讲的话，它是让学生比较有一个安全感，在一个熟悉的区域里面去考雅思。那再来另外来讲呢，因为我们的学费来讲的话，并没有说非常的昂贵。那以我们的师资来讲，还有以我们的学校的地理位置以及我们的考场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学校的 CP 值算是蛮高的。而且再来是因为我们的2个学校都有提供寄宿家庭跟宿舍。那曼城校区的宿舍是走路可以到的距离，而伦敦校区的宿舍来讲，它是需要通勤，因为伦敦很大，所以我们基本上大家大部分时候都要通勤。当然，我们有一间宿舍也是非常的好，就在我们学校的楼上，只是它价格比较高。所以如果学生预算上比较充裕的话，有希望可以非常方便的话，也是可以选择我们伦敦校区楼上的那栋宿舍。那现在呢，还有学习同时，他们才能够体验到什么样的文化和社交活动？那怎么样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管理文化，以及把他们的英文教育？平常我们自己嘛，学校也会安排一些课后活动，所以我们课外活动算是蛮丰富的。以伦敦来讲的话，我们是礼拜1到礼拜天都有活动。那曼城校区的话，我们是按照整个月来排活动，所以一整个月都会有活动。那我们其实原则上是很鼓励学生去透过参加社交来参加活动，来更好的认识同学、交朋友，以及来提升英文。会希望学生英文可以进步，同时又可以交朋友。因为曾经英国有做过一个研究，说如何更好的快速提升口说的部分，就是通过娱乐的方式跟玩耍的方式，是可以最快提升口说的部分。所以我们有开设很多的课外的活动，我们都会把它放在墙上。那如果学生有兴趣，可以随时用我们的柜台报名参加课后的活动，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交朋友跟提升英文的一个方式。那能够在您这边有什么好的看法吗？就是学校的生活课程上有哪些方面是你觉得特别出色，或是自己很喜欢的？我是很喜欢2个学校的地理位置，因为我是一个很在意地点的人。如果我从学生的角度来讲，我会希望它的交通是方便的，是在市中心的。那伦敦来讲的话，它是在 Kings Cross 这个区我以前就住在 Kings Cross 附近，所以我对附近非常的熟悉。那首先因为伦敦的交通很贵，所以以前我住在 Kings Cross 的时候，我去伦敦市中心很多地方，比如像 Covent Garden 都是用走路的方式。那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是选择 Kings Cross 要去来上课呢，因为我们下午2点45就会下课，那你下课之后呢，你可以用走路的方式沿途看风景，你可以从伦敦的 Kings Cross 走到 Covent Garden， 在 Covent Garden 逛一逛之后呢，晚上就可以在隔壁的中国城吃晚餐，这样就非常的方便。那曼城也是一样，因为它的市中心来讲都很小，所以它很适合走路，很适合步行。那再来，我比较喜欢的是我们安排的一些课外的一些活动，譬如像是在伦敦或曼城，我们其实都会安排2天1夜或3天2夜的旅游。那这种旅游的话，我们通常不会只有我们学校的学生，还会有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让大家互相认识彼此，尤其是交流英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很鼓励学生来参加。那另外我比较喜欢的，同时也是比较多学生跟我反映的，就他们都认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是非常的和蔼可亲。因为同学不管大小事务，不管是
学习上的困难，还是生活上的困难，他们都会去找我们的柜台。那我们的柜台都是非常的有耐心的，一遍一遍地跟他们讲解。即便我们的同学可能英文没有很好，那他们可能就会使用 Google 翻译的方式。那都会跟我说，他们在我们不管是伦敦还是曼城校区整个游学的过程中，他们的 experience 都是非常愉快的。那在你的观察当中，觉得在考试学习后或是毕业后会有什么样显著的进步呢？例如就是学业上啊，或是个性上的。那基本上从英文的进步程度上来说的话，除了我前面有提到学生就是雅思，他有从5.5考到6.5之外，我们也是有不少学生啊，不一定是台湾学生，也有别的国家的学生，他们来的时候的他在个性上面呀，从害羞到慢慢开始可以开始跟大家交流，到最后就是完全融入在一起，其实不用花很长的时间。所以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觉得你的个性可能比较害羞，或者英文程度没有很好，千万不要担心说，英文不好，我比较害羞，我是不是可以出国？那我们出国首先就是学习英文，那同时呢，忘记别交朋友，然后开开眼界啦，可以增长一些见识。这样，因为跟我前面说的，就是我们英文最好的进步的方式跟学习的方式，就是透过社交跟娱乐的方式，那是一个可以很好的训练你变大胆的一个机会，同时可以很好的一个增强你口说进步的一个方式。非常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Study DIY 跟 Marble House 的一个访谈。那欢迎大家将来有时间可以来英国我们的 Marble House London 或者是 Marble House Manchester 校区来学习英文。那欢迎大家也来找自助家 Study DIY 来询问游学相关事宜。希望有一天可以在英国的校区遇到大家。感谢大家的收看 ，Have a nice day。